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Grayson。你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做 YouTube 频道保持更新频率很重要？但是你觉得你已经想不出任何新影片话题了，你还在苦恼于你的下一部影片应该讲什么内容？没关系，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教你几种方法来帮你找到无穷无尽的影片话题。今天介绍的方法适合于任何频道、任何领域，所以千万别错这期影片。首先，第一个方法 ，YouTube 搜索。YouTube 搜索栏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人们经常会在 YouTube 上搜索的话题。你可以在 YouTube 搜索栏里面输入一些关键词，然后在底下就会出现和这些关键词相关的话题。这些都是人们平时经常会在 YouTube 上搜索的话题，然后你就会从中获得一些启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话题，才会有更多观众观看。同时，在你搜索这些关键词的时候，你可以看其他人的影片，看他们的缩图是如何制作的，是怎么设计的。这样你就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参考和启发。第二个方法，频道数据。你可以从你的频道数据里面知道观众喜欢什么样的话题的影片，观众对什么关键词感兴趣，从中你就可以知道观众的喜好，从而制作出更多类似话题的影片。当然，我们不能相同题材反复做，这样观众会觉得无聊。你可以通过不同的切入点，再次围绕这个话题展开内容。同时，你要配合做出新的话题影片，两类影片穿插，这样你就既能够满足观众需求，也能够激发起观众的新鲜感。第三个方法，谷歌搜索。谷歌和 YouTube 是同一家公司，所以从谷歌搜索里面，我们也能够知道观众会经常搜索什么话题。为了给大家更直观的感受，我会带大家进入我的电脑，看看我们如何利用谷歌搜索找到更多的影片话题。例如，我们今天搜索的话题是如何煎牛排，我们可以看到在谷歌搜索栏底下会有很多关于如何煎牛排的相关话题。这些都是观众平时会在谷歌上经常搜索的内容，所以这些也会给我们很多启发。同时在这里也有很多关于如何煎牛排的影片，我们可以再看看这些搜索结果：煎牛排的做法、煎牛排的技巧、怎样煎好牛排、平底锅煎牛排的做法、牛排怎么做好吃、如何煎出软嫩多汁的牛排，这些都是观众非常有兴趣的话题。在底下有如何煎牛排的相关搜索，怎样煎牛排不老，煎牛排用什么油，煎牛排的时间，如何煎牛排，煎牛排煎多久，煎牛排用什么锅。所以在谷歌搜索里面，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影片话题。第四个方法 ，Keywords Everywhere， 这是一款插件。同样的，我会带大家进入我的电脑，展示给大家看如何利用 Keywords Everywhere 去找到高频的搜索话题。首先，这是 Keywords Everywhere 的网站，在这里可以点击下载。在你下载好和安装完之后，你就可以发现，在你每次谷歌搜索的时候，这里都会多出一栏。首先在第一栏，这里显示的是如何煎牛排这个话题的搜索量，你可以选择7天的搜索量、30天的搜索量、3个月的搜索量、12个月的搜索量、5年的搜索量。从这里你都可以知道，对于这个关键词，观众的搜索量如何。在这一栏也显示出了观众还会搜索哪些相关的话题，例如怎么样煎牛排不老、黑椒牛排的做法、煎牛排的时间、煎牛排烤箱、如何自己煎牛排，这些都是观众也会搜索的话题，所以从这里面你也可以想出很多影片话题。第五个方法，询问观众。你的观众会告诉你他们想要看什么内容，你可以利用 YouTube 社区功能或者是 IG， 这样你就能够快速的搜索到很多他们想要看的影片话题。如果你还不能够使用 YouTube 的社区功能，或者是你觉得你的 IG 粉丝太少，你可以使用影片的评论功能。你可以把你的评论置顶，询问观众他们想要看什么话题的影片，这样做有2个好处。首先，第一个好处，因为观众在不停的回复你的评论，所以就增加了影片的互动率。第二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收集到很多的影片话题内容，所以即使你是一个小频道，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方法增强与你的观众互动，并且获得很多新的影片话题。第6个方法 Answer the Public，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如何利用这个工具，我还是会带大家进入我的电脑。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Answer the Public 的网站，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我们的关键词，例如 Instagram， 点击搜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关于 Instagram 高频搜索的话题，例如 Instagram 是如何运行的，如何利用 Instagram 赚钱， Instagram Story 是如何运行的， Instagram Reels 是如何运行的。所以从这里你也可以想出很多关于影片的话题。虽然这是英文，但是很多说中文的观众也会在搜索这些话题。我们也可以同样输入中文，例如赚钱。这个网站对中文的支持比较有限，但是我们可以同样往下滑，在这里也可以找到一些关于赚钱的话题，例如赚钱 APP、赚钱 APP 2020。
赚钱的方法学生，所以建议大家这个网站最好是使用英文，然后把这些英文的话题翻译成中文。第7个方法 TubeBuddy。TubeBuddy 不仅是一个影片优化工具，它也能够帮你找到很多高频搜索的话题。我在第2个方法有提到，从你的频道数据里面，你可以知道观众对哪些关键词感兴趣，你可以把这些关键词输入到 TubeBuddy， 它会给你展示出更多的话题。所以 TubeBuddy 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说 TubeBuddy， 可以去看看我的这一部影片。这部影片有教你如何使用 TubeBuddy， 同时我也会把 TubeBuddy 的免费下载链接放到底下的描述栏和评论区里，大家可以去免费下载，使用一下 TubeBuddy。第8个方法，头脑风暴。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的想出非常多的影片话题。这里我建议大家规定自己在30分钟以内，利用纸和笔想出你脑袋中里面所有的话题。在这30分钟里，你不用管好与坏，你把所有的影片话题都列出来，然后你可以回头再看看哪些话题值得你阐述内容。这个方法非常的有效，如果你试过一次，你会惊奇的发现你可以想出非常多的影片话题。这些方法都是我平时在想影片话题的时候使用的方法，希望大家都能够尝试一下，也希望大家能够告诉我你觉得哪个方法对你最有用。如果大家喜欢这期影片，别忘了点赞和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影片。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